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ive 收中所的阿收，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我們來想象一個情況：如果有一種生物，它只存在於傳說故事跟那些泛黃的文獻裡，全世界都認定它早就滅絕了。結果有一天，它竟然活生生的出現在你眼前。這聽起來很像電影情節，對吧？但這是一個真實發現在台灣的故事。今天我們就來好好拆解一下這個關於神話之鳥，還有找到它的那個人的故事。你看，這句話其實就直接點出了整個故事最核心的衝突。想想看，在40幾年前的台灣，當一個年輕人，他選擇的路不是去賺大錢，也不是拼升學，而是扛着一個可能還買不起的望遠鏡跑去看鳥。他要面對的是整個社會現實的質疑。所以啊，這就是一個關於熱情如何跟現實對抗，並且到最後真的改變了世界的一份記錄。好的，我們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生態紀錄片導演梁階德。他的起點其實不是什麼名校的電影科系，而是一份很單純，源自於他少年時期那種對鳥類純粹到近乎固執的熱愛。他的路徑其實非常清楚，你想想看，國中的時候他就跟同學從鹿港搭公車到台中，只是為了加入鳥會。退伍之後，他也沒有去找一份大家眼中那種傳統穩定的工作，而是跑到東海大學，成為鳥類學家劉小儒教授的研究助理。一直到1992年，他在蘭嶼研究角鴞的時候，他第一次拿起了攝影機。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再也沒有放下過了。1995年，他的第一部作品完成之後，他跟老師說：“我不要做研究了，我要去拍紀錄片。”就是這句話奠定了他一輩子的志業。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整個故事的核心了。他這個決定不僅僅是開啟了他的導演生涯，更把他帶上了一趟足以震驚全世界的發現之旅。他要找的是一隻被認為早就已經消失在歷史長河裡的神話之鳥。好，他追尋的目標就是這個黑嘴端鳳頭燕鷗。為什麼要叫它神話之鳥？原因很簡單，因為在西元2000年之前，全世界對它的科學記錄少得可憐。最後一次被確認的標本採集是在1937年的山東青島。在那之後的60幾年裡，它就像神話裡的生物一樣，只存在於書本裡，沒有任何人見過它的蹤影。時間快轉，來到西元2000年。當時梁階德導演收到馬祖縣政府的委託，到一個無人島上去拍攝燕鷗的生態。你猜怎麼着？就在那個地方，一切都改變了。你可以在腦中想象一下那個畫面，當他第一次踏上那座無人島，數千隻的大鳳頭燕鷗同時起飛，那個聲音，那個景象，他說他當場完全被震撼了。不過問題來了，在這麼龐大而且長得都很像的鳥群裡面，你要怎麼發現一隻不一樣的個體？這幾乎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任務，對吧？而且最有趣的地方來了，這個驚人的發現並不是他在現場用肉眼看到的，當時他用的還是16厘米的電影底片，這跟我們現在的數位攝影完全是兩回事。拍完之後，你還得送回台北去沖洗、傳檔，才能一格一格的看。就在他檢查影像的過程中，他突然注意到，在正常的畫面裡，有一隻鳥的翅膀顏色竟然是純白色的，跟周圍其他鳥類完全不一樣。他馬上把畫面定格放大，然後就發現了那個決定性的特徵。這隻鳥的鳥喙是橘紅色的，沒有錯，但是最前端大概1/3的地方是黑色的。他馬上翻遍手邊所有台灣、香港、日本的鳥類圖鑑，結果都找不到一模一樣的鳥。這是一個從來沒有在他認知中出現過的生物。最後，
在比對了世界鳥類手冊跟國內外的專家確認之後，答案終於揭曉了。這就是那隻消失了超過60年的黑嘴端鳳頭燕鷗。這個消息一公布，馬上就引爆了全球鳥類學界的轟動。你想想看，一個被宣告滅絕的物種，竟然在台灣的馬祖被重新發現了。神話之鳥的發現可以說是一個奇蹟，但是梁傑德導演的鏡頭所記錄下來的不只有奇蹟，更有一場長達數十年的保育馬拉松。這也證明了一件事，只要有持續不斷的努力，物種的命運是真的可以被逆轉的。我想最好的例子就是黑面琵鷺了。在1992年，當這個物種剛開始受到全球關注的時候，全世界的數量剩下不到300隻，可以說是在滅絕的邊緣掙扎。但是30年過去了，這個數字成長了超過20倍，現在已經達到了7000多隻。這一條成長曲線，如果畫出來，可以說是一條非常令人振奮的上升階梯。從1992年那個300隻的低點，到2015年成長到3300隻，再到現在的7000隻。各位要了解，這絕對不是偶然，而是幾十年來許許多多的人共同努力，一步一步爭取回來的結果。那到底是什麼造就了這個保育的成功案例？我們可以把它拆解成一套完整的組合拳，而且缺一不可。首先是國際合作，從他們的繁殖地、過境地一直到渡冬地，各國政府通力合作。其次是關鍵棲地的保護，確保他們有地方可以好好休息跟覓食。再來是公眾意識的提升，還有長期的科學監測，就是這些環環相扣的努力，才一起創造了這個保育的奇蹟。這就引發了我們的下一個思考。梁傑德導演的鏡頭不只記錄了成功，其實也捕捉到了非常多的警訊。這些鳥類的故事，說穿了，就像一面鏡子，直接反映出我們人類自身環境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我們在看這些紀錄片的時候，主角雖然是鳥，但我們來想一個問題，它背後探討的真的只是鳥本身嗎？還是說，其實是透過鳥的眼睛，讓我們看見了更深層的危機？好，我們把幾個案例串聯起來看。在他的電影《老鷹想飛》裡面，黑鳶，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老鷹，數量急劇下降。原因追查下去，發現跟農田普遍使用的農藥有直接關係。毒素透過食物鏈一路累積到最頂端的掠食者身上。當我們看到海鳥的嘴上卡着吸管，或是被漁網纏住的時候，這就直接反映了海洋塑膠垃圾有多麼嚴重。而燕鷗為什麼會集體棄巢，找不到食物，背後的原因往往都指向了人類的過度捕撈，導致整個海洋資源的枯竭。說到底，要完成這一切，需要的是數十年如一日的堅持。我們現在回過頭來分析一下梁傑德導演本人，他投入這份工作的方法論到底是什麼？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他的方法其實可以拆解成4個關鍵的步驟。第一，你必須先成為一個研究者。他總是跟着科學家團隊一起工作，這樣才能確保內容的深度跟正確性。第二，擁抱耐心。為了幾個精彩的畫面，在野外等待幾百個小時，對他來說是家常便飯。第三，忍受極端的環境，不管是無人島的酷暑，還是深山裡面的狂風暴雨。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是你要會講一個好故事，把那些冰冷的科學觀察轉化成能夠打動人心的力量。這4點就構成了他成功的基石。所以總結來說，梁傑德導演的鏡頭記錄的不只是鳥的飛行、繁殖、覓食這些行為而已，他真正在記錄的是我們這個時代人類跟自然環境之間那種非常複雜而且又脆弱的關係。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以說是一份這個時代的備忘錄。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從梁傑德導演的故事裡面看到了一個被認為是不可能的發現，也見證了透過努力可以逆轉的保育成果，
更反思了鳥類所揭示出來的環境警訊。而這一切的起點，都只是源自於一份40幾年前不被大家所理解的熱情。這也讓我們反過來思考一個問題：如果說熱情是一部車的引擎，那麼真正驅動你人生這趟旅程的燃料又會是什麼呢？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